今年7月，中国经济的心电图几乎是一条下滑的直线，三大核心指标齐刷刷跌破市场预期，像是一个被反复抽血的病人，脸色惨白，脉搏虚弱，眼神里没有希望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摆在那里，零售销售同比增长 3.7%， 创下今年最低，比6月的 4.8% 还要差一大截。工业增加值只有 5.7%， 不仅不及预测的 5.9%， 还刷新去年11月以来的低点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.6%， 直接低过市场预估的 2.7%， 房地产投资更是惨到掉渣，前7个月同比暴跌 12%。高盛估算，仅7月固定资产投资就同比大跌 5.2%， 这是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最惨的一次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正一点点松动，船开始往下沉。更讽刺的是，这还是修饰过的官方数据。外界早就质疑北京的统计数字太乐观，但即便如此，7月的官方成绩单还是惨得不忍直视，消费疲软，生产乏力，投资低迷，几乎没有一块是亮色。7月，中国信贷活动创下20年来最罕见的低点，人民币新增贷款减少500亿元，这是自2005年以来首次出现收缩，也是自1999年以来最大单月降幅。银行新增贷款为什么会负增长？因为居民和企业都不想借钱了，借了怕还不起，还不如提前还贷躲风险。数据冰冷的像一张死亡证明，居民短期贷款减少3800亿，居民中长期贷款减少1100亿，企业短期贷款减少5500亿，企业中长期贷款减少2600亿。这是一场全线撤退，消费贷没人要，按揭没人办，企业不扩张，资本在回流，连央行自己都担心数据一公布会引发市场恐慌，于是旗下《金融时报》赶紧发文提醒分析师不要过度炒作单月信贷波动。这不是波动，这是塌方。房子不再是财富的象征，而是烫手的山芋。7月新建住房价格同比下降 2.8%， 虽然跌幅比6月的 3.2% 略收窄，但这只是因为交易量实在太低，连杀价都失去了意义。开发投资额、开工面积、竣工面积全线下跌。1至7月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暴跌 12%， 这是过去5年多最差的成绩单。如果居民最主要的资产每个月都在贬值，很难指望他们会更有信心地增加支出。事实就是，当中产的房产账面价值在缩水，他们宁愿缩衣节食，也不会去商场报复性消费。美国的关税铁拳还在空中挥舞。虽然5月中美达成的关税暂停协议延长了90天，但从关键矿产到产业政策，再到地缘政治立场，双方的核心争端一项都没解决。企业的出口订单在观望，制造业投资在犹豫。内部呢？北京推行所谓的反内卷政策，限制过度竞争，听上去是为了产业升级，但实际却抑制了部分行业的投资冲动。地方政府不敢乱投钱，制造业的扩产计划被卡住，连基建的步子都慢了下来。更糟糕的是，7月还叠加了极端天气，高温、暴雨、洪水接连冲击工厂和工地生产。一个本就虚弱的经济体，被天气和政策同时按在地上摩擦。路透社的调查显示，今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跌到 4.6%，2026年或再滑到 4.2%， 远低于官方 5% 的目标。我们几乎看不到今年剩余时间经济会有太大复苏的理由。7月制造、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全面下降，这种情况极为罕见。换句话说，经济三驾马车同时熄火。如果居民的房子一直贬值，他们的消费信心就永远不会回来。
彭博经济研究的分析也很冷酷，消费在6月意外转弱后，7月继续急速下滑，而投资这个财政刺激的主力杠杆也在萎缩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。北京要么在第4季度加码刺激，要么就只能看着增速继续掉下去。经济的真正崩溃不是数字上的下跌，而是信心的消失。7月那份冰冷的统计表背后，是一个个普通家庭的账本缩得像冬天的手指。在成都，35岁的李女是2年前贷款买下的房子，如今市价比当初低了整整30万。她说：“我不敢看房价了，每天都像在看自己的血往外流。”这种心态正蔓延到千家万户。官方一直喊着扩大内需，可当你兜里只有几百块现金，房子在贬值，工作随时可能没了，你是会去商场刷卡，还是先把信用卡账单还上？数据给出了答案：7月居民短期贷款减少3800亿，创下历史最大降幅。消费信心不是低，是塌了。5.2% 的城镇失业率是冰山一角。最令人窒息的是，16至24岁非在校人口的失业率连续1年高于14%。一代年轻人刚从校园走出来，就被现实按进了泥里。在广东，一家电子厂的招聘广告直接在要求栏写上35岁以下，女性优先，而底薪比去年同期少了400元。厂长很直白，订单少，随时可能停工，我们不敢招太多。失业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它会拖垮整个家庭的经济平衡。一个儿子失业，父母要掏钱养；一个父亲失业，孩子的学费可能就断了。链条一环扣一环，直到整条社会的消费力被掏空。有人说通缩好啊，东西便宜了。但中国现在的通缩不是物价下降，而是需求崩塌，没人买，所以降价，企业利润被压缩，工资下降，裁员增加，需求更低，这就是一个死亡循环。第2季度，中国名义 GDP 增速创下1993年以来除疫情外最低。这意味着不只是经济放缓，而是整个市场的温度计在失灵。理论上，北京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支出、降息、降准来刺激经济，但现实是地方债已经高得吓人，光2024年新增专项债就接近4万亿，全国隐性债务早已超过50万亿，财政口袋越来越瘪，想撒钱就是，却担心引爆债务危机。于是，政治局会议干脆不承诺额外财政支持，财政推力正在消退。这就像一个已经虚弱的病人，还被医生切断了输液管。在江苏，餐馆老板老刘关掉了店，去外卖平台送餐。他说，店里一天卖不了几桌，房租交不起。在河南，做服装批发生意的王姐开始自己开直播卖库存，价格低到同行都摇头，赔本也得卖，不然压货压死你。7月的经济数据不是一组抽象的百分比，而是无数这样的生活转向，从创业到跑路，从投资到回避，从扩张到收缩。7月制造、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全面下降，这种情况极为罕见。但在资本市场的语言里，这句话其实是在暗示，如果不迅速救市，衰退会变成萧条。消费和投资的同步下滑并不常见，这意味着整个经济机器不只是慢了，而是多个齿轮同时卡住。而且不要忘了，美国的关税大棒还在上空，随时可能落下。外贸的这口气如果也被堵住，中国经济的下行速度会更快。路透社的预测给出的数字很扎眼，第3、4季度中国 GDP 增速可能分别只有 4.5% 和 4.0%。别忘了，这是在官方数据润色之后的数字，真实情况很可能更低。房价继续下跌，中产资产缩水，消费欲望进一步冰封，企业缩减产能，失业率抬头，
信贷需求低迷，金融体系的血液循环越来越慢。这是一种连锁反应，经济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失温，而整个社会的情绪也在从焦虑走向麻木。一个国家的崩溃从来不是轰然倒塌，而是悄无声息地死在了统计表里。